好，有冇交錯？好，大家好啊！又同大家見面啦吓。今日我哋繼續講一下北大河會啊。以前咧講咗好多嘅，咁啊點解要同大家講咧？因為呢幾日陸陸續續咧係攞到一啲消息啊，咁啊要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有可能呢個北大河會啊呢個可能會決定一啲好重要嘅嘢。咁啊最重要嘅嘢先講吓，最重要先講乜嘢咧？就係好有可能北大河會確定習近平21大，即係2027年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啊，第21次嘅大會咧，佢可能會退。咁啊退，如果佢退，咁啊就25年啦，26、27得2年幾嘅時間。而家最重要乜嘢？對中共嚟講最重要乜嘢咧？就係邊個嚟接班？當然呢樣嘢係最重要啦嚇。而家呢個我哋唔好唔係講100%最大可能係發生乜嘢事？咁首先同大家講咧，就係最近呢一排有關呢個北大河嘅會呢個會議北大河呢個度假呢啲嘢咧，而家好多傳說，好多種講法。第一，我哋可以睇到，即係話軍方嘅話呢個82集團軍即係以前嘅呢個38軍以前叫38軍，住喺河北保定嘅，即係軍部喺嗰度嘅。咁而家就講咧，佢哋已經由呢個張家口同埋呢個保定已經入咗北京，甚至已經係一部分咧入咗去北大河嘅。咁呢個傳說咧，即係意思即係話軍方有行動，咁可能會做啲乜嘢即係話可能係咪兵艦要施加啲壓力啊？但係呢樣嘢咧，呢種講法而家冇，我哋好難證實。好難，即係而家冇其他嘅證據，只係有人咁樣講嘅。不過咧，北京係的確好似戒嚴咁樣北京到唐山到呢個秦皇島之間嘅交通都好緊張都好多人，好多軍方嘅武警嘅公安嘅睇住，呢個好犀利。咁另外咧就係呢個係一種講法，另外一種講法咧就係話好多元老即係而家休假喺北大河，咁而家就開始要傾啦，佢哋要施加壓力要呢個習近平退。你而家你個經濟又唔好，係咪？國際關係又搞到咁差，香港又搞衰咗啦。咁台灣咧就越嚟越遠啦，反而係咪？即係所以所有嘅問題都唔啱，全部都係爛尾嘅。咁所以你要讓開俾另外啲人上嚟，呢個都係一種講法。包括講到軍方嘅人，話軍方咧而家係呢，大家可以睇到好多上將咧，8月1號建軍嘅日子中共建軍嘅日子88週年啦，1927年喺南昌起義，喺南昌江西南昌嗰一場起義咧，8月1號起義就係叫做中共嘅建軍節，就係嗰一日。咁到今年咧係88日，每一次到呢個日子習近平都會出嚟做咩？授銜俾邊個？你升上將你升中將即係見一批人講一啲說話。今年冇出嚟，完全冇出嚟，見唔到佢，甚至佢都冇就軍隊嘅問題發表任何嘅講話。係講話嘅係董軍，即係而家國防部長，佢連軍委委員都唔係中央軍委委員嗰個位比佢大好多都唔係，人哋係副國級，你係部級，係咪？但係軍委副主席一個咧，何衛東已經衰咗，即係好耐唔見啦。另外一個係張又俠都冇出現甚至好多中共而家現役嘅上將裏邊咧，有7個人喺呢個會裏邊冇出嚟。咁究竟發生乜嘢？所有人都喺度估啦。咁當然就最多人講就係習近平已經失去咗對軍隊嘅控制。呢樣嘢就講好多。
呢個都係一個問題，係一種講法。另外一種講法咧，就係話習近平實際上邊都係而家仲可以控制住局勢，即係權力仲把握喺自己手裏邊嘅，佢手裏邊。但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佢身不由己啊！即係咩意思咧？係因為佢健康出咗問題所以而家咧佢要，我哋之前都講啊，喺2024年嘅年初同埋呢個年中，即係三中全會嗰時啊，舊年啊，佢係入咗醫院嘅。咁所以就你如果入醫院，你唔清醒嗰時咧，你因為呢個國家一定要揾一個人或者揾一班人嚟代表你做一啲嘢咧。如果唔係，如果發生咁嘅問題嘅話，譬如話戰爭，譬如話有人咧呢個整個原子彈過嚟，咁點算咧？係咪？你一定要交嘅，即係原子彈嘅呢個按鈕啊，咩要交咧？即係好似美國啊、前蘇聯啊或者俄羅斯，全部都係咁嘅，係咪？一定要有一個人24小時呢個係唔可以空出嚟嘅嘛，所以嗰樣嘢就交俾人哋啦。咁交咗之後，咁攞唔攞得翻係另外一回事啦。咁其實我哋之前講咗好多，但係最新嘅消息話，佢翻嚟之後，其實佢係不停嘅出小問題，身體健康方面。所以而家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佢可能自己都感覺得到啊，即係未來佢已經應付唔到，即係佢嘅健康啊，應付唔到後邊呢啲工作嘅。因為而家中國嘅問題係特別多嘅，因為你唔係一個上升期啊，你係一個下降期啊。咁中間好多矛盾、好多問題全部爆晒出嚟嘅。咁幾種方法，一個方法，你收縮自己嘅管理嘅範圍咁多小組你就冇做啦，經濟你冇管啦，軍事交俾人哋啦，安全交俾你相信嘅，當然交呢啲全部都係佢自己相信嘅人呢一種交法其實對於一個專制社會裏邊一個獨裁嘅一個制度其實係好危險嘅，大家都知呢啲好危險嘅問題，因為所謂尾大不掉啊嘛，你又唔知嗰個人你交咗俾佢，佢到時會唔會攞，即係會唔會做其他一啲嘢。所以而家呢個時候最重要就要揾自己人，揾自己人。好啦，而家最新嘅消息就講8月2號習近平已經去咗北戴河啦。呢一次去北戴河，好多人係唔俾去嘅，一啲元老係唔俾去，一啲即係冇相關嘅人唔俾去而家要確定嘅嘢，呢一次北戴河要確定嘅嘢，最重要嘅嘢就係21大2027年嘅10月份或者11月要開呢個中共嘅21大，一開呢個咧就定邊個係總書記，邊個係即係接班邊個係即係最高權力，所以呢樣嘢就好敏感啦，大家都知道好敏感。而家即係講，而家最新嘅消息講出嚟嘅話，習近平已經係決定21大咧，佢唔會再做落去，因為身體唔好。今年習近平雖然係72，就嚟73歲，但係呢個時間其實係最危險嘅。中國人都知73、84呢兩個時間係最有可能身體出問題嘅。原因係乜嘢就唔知啦。中國人講73、80、84，閻王不叫自己去，即係話係就算呢個鬼王即係唔嚟拉你，你都自己頂唔住都去嘅。咁當然有呢一種講法毛澤東係83歲走嘅，84歲走嘅，73歲咧，譬如話周恩來呢啲都係嗰個時間走嘅。所以好呢個係比較普遍。所以而家講即係話最新嘅消息話佢選嘅人會選邊個咧？而家選最新嘅講法。兩個人，一個係丁薛祥，一個係陳吉寧。
丁薛祥咧就係習近平嘅中共中央辦公廳嘅主任，做咗10年，即係等於係習近平嘅大秘書、秘書啊。咁啊做咗10年，但係而家咧係做緊呢個副總理啊，做緊副總理。另外嗰個陳吉寧咧話都好犀利，佢係清華大學之前嘅校長，做完校長之後咧去北京市做呢個市長、市委書記。咁啊而家咧佢係上海做緊上海嘅市委書記。就呢個人係一個知識分子啦，就係一個好高學歷嘅一個人嚟嘅。所以即係變成後邊2021年接班嘅人選最有可能嘅一個係丁薛祥，一個係陳吉寧，丁陳體制未來就係而家即係當然你話100%我就唔敢講啦，我相信北京都冇人敢拍板話一定係咁樣嘅，但係即係可能性比較大啦。但係我哋講呢個習近平而家選人係比較麻煩嘅，因為佢冇諗到，因為佢諗住咧自己可以一路做落去嘅，所以佢選嘅人全部冇年青人，佢個班子裏邊全部都係50後。以前文革嗰次讀中學嘅人即係上山下鄉做過知青嘅。咁最好咧，你都做過呢個叫做工農兵學員嘅，即係嗰時上大學咧，其實唔係考入去嘅，都唔係話大學真正嘅大學，而係推薦入去。習近平本人係咁樣，栗戰書係咁樣，王岐山係咁樣，係咪？即係而家嘅蔡奇即係成好多人，一班人，佢下邊用嘅一班人都係咁樣嘅。咁樣一個經歷，所以全部都係50後嘅人，所以佢諗住呢一班人可以同佢一齊做落去。但係而家好簡單啦，當你身體唔好，全部呢一班人全部都去70幾歲，去到呢個時間，你如果要交班，如果你想穩定，你想未來10年、10幾年都係執行你嘅政策、你嘅路線，你一定要揾年青人你冇理由揾一個比較老嘅人同你差唔多，到時你走咗，佢都跟埋你走咗嗰啲當然就維持唔到你自己路線啦。所以喺習近平嘅班子裏邊，丁薛祥60後，陳吉寧都係60後呢兩個人可能係佢比較放心嘅人，所以即係而家就選。如果消息傳出嚟，當然就係已經係咁樣。好多人話李強蔡奇但係佢哋全部都係50後，即係60年之前出世嘅人所以即係唔同嘅。所以呢個後邊會發生乜嘢你嘅所有人喺度諗啦，所有人都喺度諗。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比較大嘅消息，話好有可能。北大河而家要揾好多中央委員，揾好多嘅一啲部委嘅人，一啲比較年輕嘅人要入去呢個北大河度假嗰度，要一個一個同佢哋傾，要交班，要交底就話我哋未來我哋會選邊個點樣做，大家要點樣配合你到時你要點樣配合。係嘛？即係全部上下要交晒呢啲交底就同大家講清楚。所以而家係一步一步喺度做緊，就係喺北大河做而家做嘅嘢就係咁樣，就係做呢一件事。當然官方唔會有任何嘅消息，官方完全冇任何嘅消息會講出嚟嘅，因為呢個做完之後就要開4中全會，4中全會應該係好似以前嘅5中全會，就係要確定下一屆係邊個做中央委員政治局呢啲要差唔多要全部討價還價，呢個時間要確定嘅，因為未來仲有2年，呢2年時間要安排邊啲人
要安排喺邊個位邊啲人要安排喺即係要做乜嘢你要做中央又要做，地方又要做你嘅人慢慢都要安排入去呢個所有呢啲嘢要慢慢做嘅。所以以前咧5中全會到6中全會呢個期間係最重要嘅時間，對於呢個要接班嘅人嚟講如果係交換屆，所以2021年即係嘈得好犀利就係咁樣。因為嗰時咧，習近平已經做咗2屆啊嘛，到2022年嘅10月份，中共嘅20大嗰時，按照呢個節奏按照道理嚟講應該係習近平退，另外啲人上嘅，但係所有人都知佢唔會退啦，因為19大佢已經修改咗呢個黨章甚至改咗憲法係咪？即係改晒，個人都知佢唔會退嘅，但係中間嘅活動仲係好多嘅，因為你雖然唔退，但係你會唔會揾另外一班人啦？或者所以呢個時間前後，當然就權力鬥爭會好犀利，因為唔一定係同習近平鬥你要自己同自己人都要鬥嘅，你全部都係一派嘅，你係咪你做咗政治局，你做咗中央委員，其他人就做唔到咯，係咪？你做咗呢個政治局，其他人就做唔到咯，係咪？即係你名額有限嘛，係咪？所以呢樣嘢喺下邊就開始有好多嘢會發生譬如話你管嘅地方突然間出咗一件好奇怪嘅事一個大爆炸，就話呢個地方當然就問責你就唔得啦，你就本身你要選上去嘅，跟住你選唔到啦因為你一個大嘅治安事件，一個抗議譬如話最近喺四川嘅嗰一件事所以點解有人喺後邊就分析四川江油呢一件事咧？後邊大佬係咪有啲政治上邊嘅嘢係咪？書記同省長係咪？即係其他人會唔會去做啲嘢？係邊個線點樣做咧？即係好多人喺度分析，喺度懷疑嘅。點解而家好敏感咧？就係我認為，就係因為其實內部已經差唔多確定咗，習近平唔會做到2027年，唔係2027年之後，佢可能唔會做，好有可能，所以要選新嘅班子。咁呢個新嘅班子呢一班人點樣排位？邊個棘住邊個位？係咪？即係而家會由今次北戴河之後，到明年嘅10月、11月呢個中間就係好關鍵嘅時候啦。就係即係下邊嘅人可能就開始鬥。佢而家呢個我又覺得非常之點講啊？非常之好敏感嘅一個時期。而家我哋講可能好多朋友未理解啊！而家中國大陸咁鬼多嘅政治方面嘅傳說，好多種講法。最核心、最重要嘅真正嘅問題，其實就係習近平嘅問題。咁習近平咧只有2個可能性，一個俾人哋趕落去，一個佢自己做唔到啦。自己做唔到，當然就唔係人為噶啦，就係老天爺啦。老天爺當然就係健康嘅問題。呢個對於一個人獨裁嘅呢一種制度嚟講，呢個最高位嘅呢個人嘅健康就係非常之重要，而且非常之敏感。知道中國古代不嬲都係咁啊，老皇帝係咪有病？老皇帝瞓喺床上面啦，已經見唔到人啦，已經唔可以說話啦。呢個時間就係宮廷鬥爭係最血腥嘅時間開始。好多中國好有名嘅皇帝做得好，年青嗰時好犀利嘅皇帝，去到呢個時間可能俾人控制，可能俾人整死，可能俾人限制喺度餓死。好似你話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面好多呢咩江小白呢啲咁啊，即係齊桓公呢啲即係當時春秋500之一嘅呢啲人物，
到時都係咁樣死於非命，就俾人控制嘅。因為當佢身體唔好嗰時，可能會發生意外。點解身體唔好嗰時先至發現？因為後邊人哋要搶位啊嘛。咁啊，而家控制你，等於控制後邊嘅主動權。所以而家呢個時間係非常之緊張。當年啊，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啊，好細個嗰時喺中國大陸啦，咁啊文革期間70年代嗰時，去咗北京嘅人翻嚟同大家講，一定講咩？毛澤東啊，毛主席紅光滿面啊，神采奕奕啊，大步流星啊，同人哋握手，睇起嚟好健康，咁啊先至話你萬歲啊嘛，萬壽無疆啊！因呢啲說話咧，當時我哋細個時覺得，哇，點解個個人都咁講嘅？而家你慢慢回味呢一樣嘢，係所有人都被要求一定要咁講嘅，因為就係要向外界要傳達一樣嘢，就係身體健康最重要啊！身體健康係最重要啊！所以而家同樣嘅問題，如果你身體健康，如果呢個習近平而家身體好好啊，好猛，生龍活虎啊，生龍活虎啊，咁啊當然下邊好多權力鬥爭可能就做唔到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身體唔好，你唔得啦，你要讓位啦，你要退落去，咁啊下邊當然呢個就爭到好犀利啊！即係中國古代都係咁樣，太子之位係最兇險嘅，好鬼危險嘅一件事嚟嘅。佢而家當然啦，究竟會發生乜嘢？我哋應該講咧係冇人知道真正會發生乜嘢。最後點樣決定？因為由北戴河如果個派，如果即係有個妥協，李讓位呢兩個人上，每一派都會講呢個人唔係好妥啊，係咪嗰個人會好啲啊？呢個人會好啲啊？咁即係會啊。咁啊呢個時間去到邊度咧？我估去到四中全會嘅前夕，因為四中全會咧應該要大致確定一個未來嘅方向，主要講領導人嘅方向。咁到時咧，我相信喺四中全會會有一啲領導人嘅呢個職權啊、職務啊，會有一啲變化。嗰時咧就會睇得比較清楚啦。咁當然你話你喺我唔知香港嗰啲香港政府嘅官員點樣，你要玩埋中國政治，大佬啊，你要真係識睇先得㗎，你要真係知道入邊究竟發生咗乜嘢，係咪啊？唔好聽你哋身邊嗰啲政治顧問嗰啲，即係唔係好明白嘅好多人。好啊，今日就同大家講呢啲啊，其實呢個好重要。我哋聽日再同大家講。其實我哋有另外消息嘅，就係講四中全會關於經濟問題嘅一啲講法，咁同埋而家中國一個經濟，同埋中國點解咁多有錢佬咁多企業家出問題，咁要同大家講埋嗰啲嘢。聽日我哋聽日或者係今晚喺香港嘅時間，今晚咧再同大家講嘅。好，今次就講咁多，多謝大家，我哋下次再見啦。記得我哋俾 like 又 share，多謝大家，拜拜。